想象一下，你正从万米高空俯瞰亚得里亚海的最北端，蔚蓝的海水在这里变得温柔而浑浊，海浪慵懒地拍打着意大利的东海岸。你的目光穿过薄雾，落在一片形状奇特的拉克湖之上。这片水域广阔而平静，像一面巨大的微微反光的镜子。而就在这面镜子上，不可思议地浮现着一座城市，它像一座海市蜃楼，却又无比真实。构成它的不是连绵的土地，而是100多个相互依偎的泥泞小岛。连接它们的不是柏油马路，而是一张由170多条水道编织成的闪闪发光的蓝色蛛网。在这张网上没有一辆汽车，取而代之的是细长的贡多拉、轰鸣的水上巴士和忙碌的货船，它们如同城市血管里流动的血细胞，安静而高效。这座城市就是威尼斯，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体，一座在逻辑上本不该存在却活了1000多年的城市。它没有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马路，却在中世纪养活了10万人口，成为欧洲最富有、最强大的海洋帝国之一。它的宫殿和教堂不是建立在坚硬的岩层之上，而是扎根于一片柔软的流动的淤泥和数百万根沉默的木桩之上。它本来只是一群走投无路的难民在匆忙中选定的避难所，一个躲命的地方，最后却演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精致、最浪漫，也最脆弱的文明奇观。这怎么可能？我们的故事必须从一个宏大的崩塌开始讲起。公元5世纪，曾经环绕地中海的代表着秩序与文明的西罗马帝国，正在野蛮人的铁蹄下分崩离析。410年，哥特人攻陷了永恒之城罗马，这个象征性的事件如同一个精神世界的核爆，冲击波横扫整个欧陆，文明的中心碎裂，恐惧随之而来。匈奴人、伦巴第人，一波又一波的蛮族如同死神的镰刀，在意大利富庶的波河平原上反复收割，城镇被焚毁，农田被蹂躏，旧有的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对于生活在威尼斯地区的罗马移民来说，世界末日不是预言，而是每天睁眼就要面对的现实。摆在面前的是一个冰冷而残酷的问题：怎样才能活下去？答案在陆地上找不到，因为敌人的铁骑随时可能出现。他们的目光绝望地投向了海岸线之外那片闪烁着不祥光芒的荒凉的干湖。这片湖是文明世界的边缘，是一片被遗忘的半是海水半是沼泽的鬼地方。这里弥漫着瘴气，没有成片的土地可以耕种，甚至连一口干净的淡水都找不到。对于追逐财富和土地的征服者来说，这里一文不值。但恰恰是这种一文不值，成了难民们唯一的希望，因为征服者不想来，骑马进来也极其困难。深深的变化莫测的水道是比任何城墙都更有效的防御系统。在那片蛮荒的难以捉摸的水域里，藏着唯一的活路。那些最初的难民划着破旧的小船，载着仅存的家人和财产，像水鸟一样躲进了这片芦苇丛生的海湖。他们不是来建城的，他们甚至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他们只是想在蛮族屠刀的刀锋之外找到一个可以被遗忘的角落，挣扎着活下去。他们最初的家园简陋的令人心碎，用船只残骸和泥巴搭建的棚屋，利用沙洲稍高的地势勉强遮风挡雨。他们要面对无尽潮汐，忍受致命的潮湿，时刻提防海盗。这是个一无所有的起点，却也是一切传奇的开端。正是这批被逼到绝境的湿地难民，将在这片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中释放出惊人的创造力，硬生生开启一段跨越1000年的文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是要让城市在这滩烂泥上站起来。要让观众和你都理解威尼斯的伟大，首先要建立对这座城市规模的认知。威尼斯不是一个有情趣的水乡小镇，它是一个在极端环境下建立的自给自足的超级系统。请你在脑中构建这样一幅地图：意大利的版图像一只深入地中海的靴子，而在靴子口的东北角，波河和阿迪杰河千万年来携带泥沙，冲击出了一片新月形的淡湖。这片湖被一条狭长的被称为利多岛的沙洲与浩瀚的亚得里亚海隔开。威尼斯就精准地坐落在这片湖的中央，占据了118个由泥沙自然堆积而成的小岛。这118个小岛并非天然相连，早期的威尼斯人用难以想象的集体意志，通过疏浚水底淤泥、填充石块和木桩，将这些岛屿逐步扩大并连接起来。它们并不是在与水对抗，而是在与水共同塑造城市的形态。它们疏通并加固了主要的航道，
例如城市的大动脉、大运河，这条 DOS 型的宽阔水道像一条优雅的蛇，蜿蜒穿过整个城市的心脏，是城市的主干道、商业街和礼仪中心。想象一下，如果你能乘坐时光机回到14世纪的威尼斯，你会看到怎样一幅图景？你不会看到任何轮子，整个城市是一个完全的步行水路系统，400多座形态各异的桥梁像外科手术缝合线一般将岛屿紧密地缝合在一起。这些桥不是现代的钢筋水泥，而是石头、木头与想象的杰作。最著名的里亚托桥不仅仅是一座桥，更是一个跨越大运河的商业中心，桥上店铺林立，人声鼎沸。而城市的街道便是那170多条水道，请暂时放下你对路的固有印象。这里的路是活的，它会呼吸，会涨落。大运河上，巨大的商船满载着来自东方的丝绸、香料和珠宝，费力的划桨巧妙利用风帆，准备驶向地中海。而旁边，小巧的贡多拉则像优雅的黑色天鹅，在狭窄的水巷中轻盈地穿行，运送着市民、官员和情歌。更多的时候，水道上挤满了运送食品、建筑材料、垃圾和水的各种功能性船只。整个城市的物流体系，从一根木梁到一个甜瓜，都在这张蓝色的物流网上高效运转。到中世纪末期，威尼斯城内的人口已接近10万甚至更多。在那个时代，巴黎和伦敦大多是拥挤、肮脏、混乱的中世纪城市，而威尼斯则是一座独一无二的海洋大都市。与其说它是一个城市，不如说它更像一套庞大、精密且漂浮着的操作系统。这套系统管理着复杂的内部分工、船只交通规则、岛屿间淡水分配、造船工业以及覆盖地中海的商业网络。它背后的运行逻辑和任何陆地城市都截然不同，而这一切的起点都需要一个最基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如何在这片连树都很难扎根的淤泥之上竖起坚固的房屋和宏伟的宫殿？让我们潜入水下去看威尼斯最深的秘密。当第一批逃难者开始在大讷湖的沙洲上搭建棚屋时，他们很快就遇到了决定性的难题。涨潮的海水会淹没低矮的沙洲，淤泥也无法承受任何实质建筑的重量。如果用石头直接在地表上垒，宫殿很快会因为不均匀沉降而倾斜开裂，最终坍塌。在这片既是避难所又是死亡陷阱的沼泽里，他们必须从零开始发明一种全新的建筑地基。这项工程学的奇迹如今就静静地躺在每一座威尼斯建筑的下方，由数百万根木桩构成。如果我们能把水抽干，会看到一幅震撼的景象。威尼斯的所有建筑都不是建在地上，而是像一片巨大的倒置的由木头构成的森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首先，讲地取材，他们使用了从阿尔卑斯山边缘砍伐的木材，主要是橡木和落叶松。橡木极其坚硬致密，能承受巨大的压力，而落叶松富含树脂，天然耐腐蚀。然后这些被削尖的树干被巨大的落锤一根接一根密集地钉入狼湖底部柔软的厚达数米的淤泥层中。这个过程需要超凡的精度和协作。木桩不是随便打的，它们被排列得极为紧密，几乎像一堵由木头构成的墙，直接穿透柔软的淤泥，直到其尖端触及下方更深更稳定的硬质粘土层。这数百万根木桩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而稳定的平台。但此刻，一个反直觉的奇迹出现了，这些木头竟然不会腐烂。常识中，木头泡在水里会朽烂，但威尼斯的木头没有，秘密在于环境。木桩一旦被打入密实的淤泥层，便彻底与空气隔绝。腐烂需要氧气，而腐朽菌在无氧环境中无法生存。不仅如此，活湖的海水富含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在漫长时间的渗透下逐渐置换并填充了木材的细胞结构。这导致了2个结果：一方面，木桩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即石化；另一方面，它的承重力和耐久度反而随时间增强。可以说，这座城市不是站在木头上，而是站在已经被水和时间转化为石头的木头上。在这个致密的如同人造岩层的木桩平台之上，工人们会横向铺设2层厚厚的木板，然后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他们采用伊斯特拉半岛产的白色石灰石，开始建造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这种设计巧妙地将巨大石质建筑的重量均匀分散到木桩群上，避免了单一受力点的沉降。这座城市最基础的游戏规则就此确立，让城市不沉的不是石头，而是深埋在泥水之下，于黑暗中默默支撑了1000年的森林。
这是一种被环境逼到极致后迸发出的属于生存者的蛮横智慧。他们无法征服这片流变的水土，便选择以一种无比耐心的方式把自己嵌入这片水土的骨架之中。有了站住的技术，威尼斯开始了一段惊人的爬升。然而，在那些绚丽的拜占庭马赛克、哥特式的尖拱窗棂之下，生活和生存依然是两码事。当你今天在水边享用墨鱼之面和贝里尼鸡尾酒时，你所体验到的浪漫，对于当年的威尼斯人来说，首先是日复一日的严峻考验和生活压力。第一个问题是淡水，一座建在海中央的城市被咸水和沼泽环绕，没有河流，没有泉水。水是生命之源，在这里却是生存的敌人。他们如何获取饮用水？答案是极致的收集和管理系统。每个广场，每个重要庭院的地面都被精心设计成微微向中心倾斜的给予面，雨水汇聚到中心那些装饰华丽的井口。一个看似普通的水井，其下方是一个巨大的用防水粘土砌成的储水池，水池内部填充着沙子作为天然的过滤器。雨水经过层层过滤，到达中央竖井就变成了珍贵的饮用水，但依赖天降甘霖是极度不稳定的。这意味着城市不仅是飘在海上，更是悬在天气的喜怒之下。旱季来临时，淡水立刻成为昂贵的商品，需要从大陆用船运输。这种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奠定了威尼斯人精于算计的性格底色。第二个问题是疾病。住在水域环绕之地，河流与海潮是主要动力，水流缓慢，换水不畅。在中世纪早期，威尼斯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巨大的风景如画的露天污水池，生活垃圾、排泄物最初都直接排入水道，指望潮汐每天2次带走一切。但这个系统本身极度危险，尤其是当大潮无法彻底冲刷，夏季高温发酵，整个城市就弥漫着刺鼻的臭气。这种潮湿拥挤的环境是病菌滋生的完美温床。1348年，一艘从黑海贸易归来的商船带来了可怕的船客黑死病。在威尼斯的狭窄水巷和拥挤社区里，鼠疫以野火燎原之势蔓延，人们成批的死去，死亡的气息盖过了运河的水腥味。超过1半的人口死于这场浩劫，尸体堆积，许多秘密被彻底埋葬。你今日看到的优雅建筑，它们的墙壁曾目睹了人类文明史上最绝望的哀嚎。你看到的流动是浪漫，他们感受到的潮湿却是冰冷入骨的死亡威胁。这座美丽的城市曾经是被财富、香料和充满美感的艺术品所包裹的湿地牢笼。那些黄金时代的辉煌是建立在一套严格的社会卫生法规、高效的疫情隔离制度以及数代人对死亡的麻木和敬畏之上的。而往往正是在和死亡共舞的紧张与残酷之中，一种反常的冷血和极致的精明会被激发出来。在鼠疫横行的那些年里，威尼斯人并未被击垮，而是在病亡的废墟上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城市法则，将目光更加锐利地投向外部那个广阔的由航线和风险构成的商业世界。当你看清这一切，你就会明白威尼斯的崛起是多么反逻辑。一个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瘴气之地，一群没有土地的难民，最终却成了中世纪欧洲最令人敬畏的商业帝国和海军力量。他们凭什么？答案藏在它的脆弱性里。正是因为这里没有土地，农业无望，他们唯一的生路就是交换。他们被逼着把一无所有变成最大的资产——自由。威尼斯作为一个没有腹地的小共和国，其生存的唯一资本就是大海与船只。当他们在小岛上站稳脚跟，解决了不沉没的问题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吃饱和如何安全。他们意识到不能只做躲在地湖里的鱼，他们要去猎杀最危险的掠食者，并成为他们。第一步是控制盐。在中世纪，盐是可以用来交换万物的，白色黄金是保存食物的必需品。威尼斯人控制了一湖边缘的海盐生产，并用它来向大陆换取小麦等必需品，这完成了他们的原始积累。第二步是建立起一支无与伦比的海军和商船队。威尼斯人用他们非凡的工程智慧，创造了造船史上的一个奇迹——威尼斯兵工厂。这不仅仅是造船厂，这是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流水线制造基地。他们采用标准化的零部件和装配线作业，可以在1天之内从龙骨到风帆装备并下水一艘全新的战舰。手握利剑与商船，他们在地中海上扮演起决定性的角色。他们不靠武力征服大片领土，而是精确的、深谋远虑的建立了一系列海上战略节点。从亚得里亚海东岸到爱琴海的克里特岛，
再到更远的塞浦路斯、星罗棋布的海军基地和贸易口岸，保障了从东方香料之路到西欧消费市场的绝对安全。第4次十字军东征是威尼斯人将商业精明玩到极致的一个邪恶例证。1204年，当欠下巨额船费的十字军骑士无力支付时，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一位年过90旬、双目失明的可怕老人，提出一个交易，用为威尼斯攻下基督教同宗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来抵账。君士坦丁堡沦陷，威尼斯这个曾经的拜占庭附属毫不留情地洗劫了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掠夺了难以计数的财富。今天装饰在圣马可大教堂正门上方那4匹气势恢宏的青铜骏马，就是那次掠夺的战利品。从此他们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殖民帝国，控制了东地中海贸易的命脉和最关键的航线要道。正是从这一背景出发，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才能沿着家族铺好的商业网络一路向东，最终叩响了元大都忽必烈的宫廷大门。他带回来的马可·波罗游记尽管可能掺有虚构成分，却点燃了欧洲人对遥远东方的无尽幻想，最终推动了1个世纪的探索航海。更深远的影响在金融领域，威尼斯人将陆地上的恐惧转化为了对精致商业规则的无尽追求。他们发明了有限责任公司的雏形，创造了成熟的汇票，建立了国家债权市场。最早的银行在这些宫殿里诞生。他们创造了一整套将巨额风险分摊到无数小投资者头上的金融制度。有趣的是，正是那个最不稳定的环境逼迫他们发展出了最稳定、最精细的商业契约精神。自由源自于一无所有，信任根植于面对未知。一个从泥泞中站起的逃难者，变成了整个地中海最会赚钱的一群人。这套在极端环境下生长出的海洋商业文明，几乎是当时人类在政治组织、商业管理和军事扩展上能够抵达的制高点。而所有的光辉与荣耀也为其埋下了未来的伏笔。但拨开商业和战争的宏大叙事，这座城市日常运作的机理是怎样的？一个没有马车和汽车的文明是如何建构起精致繁复的社会秩序的？首先，他们的城市形态本身就是一部法律。大运河是高速公路，而数千条小巷如同微血管，构成了交通系统的主体部分。因此，船只就是身份、职业和阶层的延伸。贡多拉这种黑色细长的船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为游客准备的，它是贡多拉船夫与城市的对话，在水巷中轻点石壁转弯，在窄口靠微妙的划桨技术完成会车。城市的地图完全以水为参照系，这意味着人的方向感、社区感完全不同。你生活在一个漂浮的动态空间，用船去杂货铺、去教堂、去拜访亲友，甚至在船上演奏音乐，在船头谈情说爱。其次，适应环境变成了一种全民身体技能。在威尼斯长大意味着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游泳和驾船，第二件事就是学会如何精准地观察天象和判断潮汐。Aqua Alta 高水位不是百年一遇的突发灾难，而是每年冬天的例行公事。当警报响起，木板会迅速地在主要街道上搭起临时通道，人们穿上高筒雨靴，生命照常进行。他们生来就被教导如何与带有威胁的水共存，而不是战斗。这是写在基因代码里的谦卑和韧性。此外，城市治理以严苛著称。早期公共卫生条例极为细致，规定了何处可倾倒垃圾，必须何时清洗水道。异国船只抵达后需要隔离40天进行检疫。这就是现在隔离一词的起源。对瘟疫和死亡的深刻恐惧落实为冰冷、有效、理性的城市管理。威尼斯是早熟的现代国家，它不依靠血缘贵族，而是由商业家族选举出一套复杂的委员会和总督制度，每一个决策都指向城市的存续和商业的繁荣，甚至它的娱乐和宗教都被精心设计为展示其国家荣光的仪式。比如1年1度的威尼斯与大海的婚礼仪式，总督会登上金光闪闪的庆典船 Bucentoro 驶向亚得里亚海，将一枚戒指投入海中，象征对海洋的永久统治。这是统治理念的展示，是维系共和国团结的粘合剂。在这座飘在水上的城市，秩序和仪式的核心要义都与这条水域有关。它发展出了一整套我们只有在科幻殖民城市中才会看到的另类文明模型。它的稳定性来自一种由恐惧所催生的精巧和不容置疑的系统化。
而现在，这个1000年前为躲避敌人和陆地而建立的城市，迎来了它最悲伤也最富讽刺性的敌人——曾经保护它的水。从20世纪开始，威尼斯的沉降和水平面的相对上升已经成为无法挽回的趋势。城市本身就在以不可察觉的速度下沉。一方面是地质原因，千年以来数百万根木桩和上面沉重的建筑本身就在渐渐将泥层压得更实；另一方面更是人为灾难。20世纪，为了给附近的工业区供水，大量抽取地下水，导致了更为剧烈和迅速的沉降。虽然抽水已经停止，但已经造成的损害已无法逆转。更严峻的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它不再只是一个科学预测，而是年复一年被 Aqua-Alta 推得越来越高的现实。在1966年那场灾难性的大洪水之后，整个城市的水位线退去后，留下了覆盖一切的盐渍、泥浆和重油。从此 Aqua-Alta 从生活里的小麻烦变成了悬在头顶的利剑。2019年11月，又一次天文大潮席卷威尼斯，水位达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峰值。著名的圣马可广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射着悲惨光辉的湖泊。圣马可大教堂的马赛克镶嵌画地面浸泡在咸腥、极具腐蚀性的海水中，店铺被淹，房屋被毁，老人被困在家中，无数艺术瑰宝遭到无法估量的损伤。面对这场缓慢的、近乎注定的灭顶之灾，威尼斯人展现了与祖先一脉相承的工程学执念。他们最后的赌注是一项史诗级的水利工程——摩西计划。这是一套在丹底湖与亚德里亚海相连的3个入口处建造的巨大水闸系统。平时，这78个充满水的黄色钢铁闸门静静躺在海底，当预报将有超危险潮位时，压缩空气会被注入其中，排出海水，使这些巨大的中空金属箱浮起，像一堵堵临时城墙，将冈里湖与大海强行隔开。这无疑是现代工程的奇迹，也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孤独抵抗。它的成本是天文数字，其生态系统的影响目前还难以评估，其复杂的维修保养以及启动所需的标准条件都让它饱受质疑。更根本的是，它只能解决极端高潮位，而无法阻挡海平面持续稳定对地基和底层建筑造成的日常侵蚀。望着这些宏大的最后关头的努力，你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错位感。这座城市当年是为了夺水而建，它的每一根木桩、每一块砖石都饱含了对大陆敌人的恐惧和对海洋的依赖。但现在，保护它的海洋正在慢慢将它拥抱进自己的怀里。这是1000多年前定下的宿命。他们当年面对的是对来自陆地的灭亡的恐惧，所以逃向水。而如今，水的威胁却成为一种需要被阻挡的来自外部的危险。威尼斯的生命之根正在成为它的终结之源。所以，当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威尼斯，一座飘在水上的文明，到底是怎么活了1000年的？答案远远不只是木桩、贸易和海军。威尼斯的伟大之处，从来就不是它战胜了环境，它从未战胜过环境。它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处于绝对的劣势，土地是偷来的，淡水是讨来的。整座城市都建立在一场可能被任何一场大潮或瘟疫随时清零的脆弱平衡之上。他们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在泥沼中为自己重新发明条件的史记。他们不是征服者，而是极致的适应者。这座城市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人类最强的能力从来不是征服环境，而是在最糟糕的环境中硬生生活出一套规则，一种美，一种文明。在建成早期的几个世纪里，那些被遗忘的难民们将削尖的木桩钉入沼泽时，他们只是为了不被杀死。他们只有一个目标：明天还能活着。而1000年后，这种对生存最原始、最疯狂的渴望，演变成了支撑巨大穹顶的石料、遍布全球的航线、精妙的金融规则和迷人的交响乐。他们在水里插下木头是为了求生，但这些木头最终变成了一整座由恐惧、贪婪、执着、美丽和无法复制的命运构成的文明。威尼斯最终会消失，也许在下个世纪，也许在下下个世纪。这可能是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最悲伤的结局，但在它彻底被大海吞没之前，它始终是矗立在那里的一尊伟大雕塑，纪念着人类面对不可能时所能爆发的惊人潜能的极限。它不是一座注定失败的城市，而是一种用生命书写的纪念碑。当文明走投无路，它创造了最大的奇迹。
在不可抗拒的消亡来临之前，他选择奢华、高傲、优雅地活过了10个世纪的风浪。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个物种能写下的最浪漫也最硬核的一部长篇史诗。